好，回到節目現場，我們持續來關心，在這次的美伊對抗當中，似乎也出現了一種這個不對稱戰爭的新劇本啊。怎麼說？因為根據《金融時報》呢，在右邊我們看到他們所公布的衛星照片啊，說這個伊朗擊落或造成損傷美國這邊大約有20架的軍機，甚至包括了最先進的 F-35A 啊，這個隱形戰機，那是靠着2家企業的衛星服務，而且呢，伊朗才花了新台幣，就折合新台幣大約是11.25億左右。其中有一顆衛星呢，是中國大陸的這個地球之眼1號，它的縮寫是 T1101B 這個衛星。這個衛星呢是在2024年年底從中國大陸發射升空之後，就轉交由伊斯蘭革命衛隊航太部隊來接手運作啊，是租用的方式。那這顆衛星呢是具備在軌高解析度的衛星，可以支援農業、海洋監測還有災害防治相關的應用。這個衛星呢是由北京木美星空科技公司，那這家公司是在2021年成立的哈。這個公司發射跟製造這顆衛星啊，使得伊朗呢在完全沒有地面設施的情況之下，能夠順利的接收衛星的高解析影像。所以我的問題啊，請教邱老師是：伊朗革命衛隊透過管理的這顆衛星啊，這次也看到確實發揮了效果，鎖定美軍的很多設施，精準打擊。但是會不會被扣上一個說？這個中國大陸軍援伊朗的這個帽子，然後呢，使得美方進一步的對中方去施壓，您覺得？這其實這個帽子很難扣。第一個就是對中國大陸來說，其實他們這幾年有一些比較先進的，而且是技術在前沿的一些對地偵測的衛星，那不僅僅只是光學，它包含毫米波，然後還有包含合成孔徑的部分。但這些衛星其實中國大陸的定義都是，就是農業用啊，就是幫忙種菜啊，非軍用，對，或者是海洋監測啊、勘災用，這是典型的說法。那當然，你只要有錢，那你可以跟他們簽訂合約，那你可以取得影像。但我們知道，其實在這場戰爭裡面，影像其實只是第一部分，因為人造衛星的圖像可能跟我們一般人的想象不太一樣。人造衛星的圖像照下來，大概就是我們桌子這麼大，一幅就是桌子這麼大。那你要靠人眼去辨識這麼大的一張照片上面的一個目標，沒錯，你是高解析度，但是那是一個很困難的工作。其實真正的關鍵就在於，除了伊朗可以獲得這些人造衛星的影像以外，其實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其實也有一部分軍事觀察家在觀察，就是這場美國、以色列跟伊朗的戰爭裡面，其實大概是我們看到第一場人工智慧雙方不同技術的一個比較。那比如說在一開始戰爭剛開始的時候，比如五角大廈使用了，比如說OpenAI 或者是 Palantir 的。美國的一些國防新創產業所提供的人工智慧的服務，很精準的鎖定伊朗所在的目標。那這個是一種應用。那對我們來，當然沒有證據，但是我們合理的懷疑，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人造衛星的影像其實必須要透過另外的軟體，比如透過人工智慧跟電腦視覺在處理，才有辦法把一張桌子這麼大的畫面，很精準的去辨識出裡面每一個可能都只有我們指甲不到的大小的。未來透過 AI 可能會更方便。對，那你只能透過 AI 來做。以前為什麼也有影像，但是以前為什麼沒辦法做到這一點？是以前還沒有這個技術。是，但是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到，就我們可以透過這場戰爭，其實也可以觀察到中國大陸目前在人工智慧跟電腦視覺的部分，其實是走在全世界最前面。為什麼？因為我們只有用這種合理的解釋，才能夠說明為什麼在開戰第一個禮拜，伊朗的所有的雷達系統大概已經被炸得差不多。就我們保守的估計，伊朗的偵測能力只剩下25%。理論上來說，它是沒有辦法發現美國跟以色列的軍機以及海灣國家這些美軍的目標。对，但是我們從現實來看，伊朗的確知道，而且的確很精準，而且他連在哪一棟建築物的哪一個位置，他都可以很精準的判斷。那這個已經不是當時以色列所具備的技術跟能力，因為他已經沒有雷達了。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伊朗对抗美国的这个方式来看哈，其實伊朗也變聰明了哈。對，包括剛剛我們特別提到說，他從228這個被攻擊以來呢，就沒多久宣布這個封鎖荷姆斯海峽，但是現在最新的就是說又要開放，可是在說要開放是說呢，
伊朗在週末前啊，他們宣布在停火期限，就是剛剛提到那個日期4月22號以前，完全開放荷姆斯海峽。可是最新又有一個態度啊出現轉變啊，就是這個國會議長呢卡利巴夫他們宣稱呢，他說，除非美國解除對伊朗港灣的封鎖，否則呢這個海峽還是持續關閉啊，說開了又關，關了又開啊。那當然還酸美國總統川普呢，他說美國總統川普1小時內說了7項錯誤消息。好，不過。當這個荷姆斯海峽完全開放的消息傳出之後，也看到國際油價確實是應聲大跌了超過10%，跌破每桶90美元的大關。美國西德州原油期貨價位呢，也在盤中17號這一天盤中急跌了11.5%啊，降到了每桶83.85美元。布蘭特也是報價是每桶88.9美元，陡降了10.6%。而在伊朗宣布開放的前一天呢，根據大陸新華社的報道，也看到說中國大陸的外長王毅啊和伊朗外長阿拉奇兩人通了電話。王毅特別強調，國際通行海峽的航行自由跟安全都應該受到保障。而阿拉奇則表示呢，希望中方為促和止戰發揮積極的作用。另外有一個媒體是 Iran International， 他們報道說，伊朗透過控制荷姆斯海峽，向每艘郵輪要收取大約200萬美元的過路費。到目前為止呢，根據他們的了解是還沒有收到任何的款項，所以現在變數還是非常的詭譎啊。那對照這個，現在川普他是用封鎖來控制你的封鎖，就是用我的封鎖來反你的封鎖。好，變數很多，荷姆斯海峽會不會一直是處在一個雖然開而不通的狀態啊？現在應該說，美國是用封鎖來對抗伊朗的管制。因為伊朗他這一次就像剛才何榮說的，是很聰明的走在自由航行的邊界之內。那你也看到呢，中國大陸也說了，沿岸國家擁有一定的自由。那所謂的自由航行的邊界之內呢，是在靠近它的這一端，它做了管制，確定了航線，並且呢做一些檢查跟許可，所以它就在程序上面啊，就是行政程序上面跟航線管制上面呢做了一定的管控。那麼這個呢，你不能說它開，但是你也不能說它沒有開。好，所以它是法律上開放，實質上用管制的方式呢，降低它的自由的那個部分啊，自由航行，对，指定航道，然後用檢查和審查的方式呢來處理。那在這個過程中間，其實比較重要的是說，對於美國來講，你剛剛特別講的那個油價上上下下大動。其實油價它最重要動的，因為它都是以期貨帶現貨，最重要的動的就是對風險的認知。當風險的認知一改變的時候，這個定價機制就進來了。那個 price premium 嘛，就是風險溢價，就會影響它的價格。所以你現在看到一天可以增加那麼多，一天可以少那麼多，你就知道這跟供需没有絕對的關係，而是大家認為這個戰事會拉多長。會在什麼情況之下解決？它的風險到底是多少？那風險裡面包含了產油國的、買油國的，包含了產儲運的，就是運油國的，還包含了其中所有的保險，這些都會增加各種各樣的風險溢價。最終呢，還有交易方的。所以說，我覺得現在在這個情況之下呢，荷姆斯如果是開開關關、打打停停的狀況，其實我們就會必須要進入一個新常態。這個新的常態呢，是油價在一個比較寬的這個範圍之內呢，它會上上下下跑，跟着新聞來走。不論是說美國的新聞，或者是戰爭的新聞，它會跟着新聞走。只要它是跟着新聞走，它剛才我就講了，它的傳導就是非常快的，因為金融的傳導是以秒計的。它不是我們現在說，哎呦，那到了春天沒有辦法耕種，然後農業會受到影響，那個是以年以季來計。可是金融的傳導每天都是以秒計，每一件事件都是以秒計，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其實看起來穩定，其實是高度變動的一種動態的平衡狀態。对，所以其實最近你會發現，不管是企業或者是一般的投資大眾啊，這個心情都是七上八下，隨時盯着新聞看，因為這個一日數變啊。那當然，這個美國財長貝森特最近呢，他也針對這個經濟局勢啊，還有相關包括像中東的局勢呢，他在白宮的記者會上面表示，他特別提到，他說伊朗啊有90%的石油都是出口到中國大陸，約佔中國大陸能源需求的8%啊，所以他說了這麼一句話，他說美國相信中國會暫停向伊朗買石油。他還說呢，財政部已經寫信給2家中國大陸的銀行，
警告說，如果發現有處理伊朗金流的話，美方將會祭出次級制裁。啊，美國石油學會啊，也是美國唯一的石油行業協會，他們就警告說，如果允許伊朗在關鍵國際水道收費，那麼將會為其他國家就是開了一個大門哈，大家都紛紛的來仿效啊，比照辦理，進一步呢會傷害到常年建立的自由航行原則。所以現在面對的不只是能源問題，是整個全球經貿體系的潛在的轉折點。好，所以拉回到美國說呢，希望斷絕中方跟伊朗做生意，也不希望伊朗現在在荷姆茲海峽這邊來收費哈。但是怎麼樣能夠照着美方的意思去看到他們想要發生的樣子呢？原來川普的他的想法是要組織其他國家的這個郵輪付這個過濾費，但是這是他第一個宣布的。對，那後來改成封鎖這個伊朗的港口，不讓伊朗的軍艦出來。其實我個人認為他原來的想法是蠻聰明。你覺得他越來越聰明啊？我說原來的想法，對，原來的。如果你不管你是哪一個國家的邮輪，你付這個過濾費，那我們美國海軍不讓你過去了。我覺得這個想法是很有智慧的。其實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放棄這個構想。或許其他的國家說，我們不希望你們美國海軍來攔下我們的郵輪檢查我們有沒有付過濾費。那川普就說好了，那放棄這個計劃，那我們就改成封鎖伊朗的港口。所以其實我覺得川普通常要在美國夏天停戰，這個我在節目有說過。對，一定要設定一個時間點了。對，所以對他來說算是還來得及，他可以看各式各樣不同的方法，然後跟伊朗已經算是進入一個撲克牌的競賽，那看誰會先讓步了。那目前川普不願意讓步，那不管是不讓其他國家付過濾費，或封鎖伊朗的港口，或者寫信給中國說，如果你們銀行跟伊朗做相關交易的話，我們會制裁、再加制裁等等。那美國還是在這個階段啊，就是我們看哪一個手段會成功，看看在這段期間之內，伊朗會不會讓步？所以你覺得伊朗不會讓步，川普也不會讓步？我兩個僵持不下。我站在美國的立場，我當然希望伊朗會讓步，因為說實在川普不會讓步。說認真一點，如果我還是認為，如果在這幾天之內，伊朗不讓步的話，很有可能美國會再次打仗轟炸伊朗。這個是我們都不排除就对了。我覺得可能性很大。就是川普就算不讓步，但起碼他要轉彎啊，他有可能會轉彎，因為你可以看到他這個說法可以照着他所想講的講。那但是在亞洲地區已經有20多位的這個高階主管哈、交易員還有分析師都認為哈，說亞洲曾經被認為是 LNG， 因為這次的這個液化天然氣也被影響很大，所以呢，亞洲對於液化天然氣的信心正在逐漸減弱哈。那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呢，就把油價上漲所帶來的潛在意外收入轉投資到國內天然氣田，降低對這個液化天然氣進口的依賴。印尼政府呢也正在探索把更多天然氣產量留給國內，做這樣的方式呢，可能會縮減之前增加進口的計劃。所以假設就算海峽就是荷姆茲海峽最後解除封鎖，油價也回穩了，可是有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就是戰後的中東安全還有包括地緣整個政治的形態是回不去了。對，我們應該這樣想，就是為什麼我們在最近這些年，就發電的比重液化天然氣會越來越高？其實是因為更早之前，我們一直有一個國際上主要的討論，就是為了環境保護，為了因為液化天然氣對碳排放造成的衝擊就沒有煤炭或者是沒有燒油那麼高，所以鼓勵大家。那時候曾經液化天然氣還被我們稱讚為是一種乾淨的能源，但是液化天然氣因為它天生儲存跟運輸都是困難的，所以一般國家當然不太可能。你戰備的純油很容易，但是你液化天然氣你要
拉到像純油這麼高的庫存，一般國家大概承受不了。那這是你過度使用，你的發電比例裡面液化天然氣佔比過高，這天然的脆弱點是這樣子。那我們要看說，那萬一這場戰爭如果結束之後會怎麼辦？第一個，我想在這一波大家驚嚇過以後，液化天然氣未來佔全世界各國的發電比例一定會下降。那可能原本已經規劃的，或者是原本計劃的這些發電機組量可能會被砍，會開始往下修。那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在這次的戰爭之後，其實有一些液化天然氣生產主要的國家，像卡達，那液化天然氣生產設施其實是很脆弱的，當它在承受戰火的承受能力，可能跟其他的石油生產設備又不一樣。那這也導致說，即便是戰局穩定下來，液化天然氣的出口量可能會比石油出口量要拉得更長，才能夠補得上來。那整個中東的架構，我們只能說，川普在一個不應該開打的時間去打了這場仗。那他打這場仗，理論上來說就推翻了很多我們過去傳統地緣政治或者一些地緣戰略的報告做的評估。比如說，當中東發生戰爭的時候，理論上來說，我們看到非常多的報告都是中國受傷會最嚴重。但這場戰爭其實發現，這些評估基本上都是倒着來的。對，那也會帶動新一波。就未來中東的地緣政治會怎麼樣改變，我們不知道。但美國還能不能像這次戰爭之前在海灣國家有得到絕對的話語權？我想可能都不知道。但唯一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伊朗被美國這一打，就變成中東的強权，這大概是免不了的。这個簡單也做個結論，就是戰前的這個態勢啊，現在絕對是回不去了哈。不過剛剛也特別聽到倩姐的分析啊，就是全球因着這個美伊的戰爭呢，不管在石油啊、天然氣的這個供應方面呢，未來也就要習慣了一個新常態的來臨。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